本来就是拍城中村的。这个是2个时期拍的，事隔可能有3到5年。这个是先的，这个是后的。感觉好像变大了。对，2房1厅，看到没有？2房1厅。我还以为这个是个驾校，这个是咖啡。2025年3月，在拍摄大石村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家特别有意思的咖啡店，它的门面是一个驾校，里面却卖咖啡。于是计划中午搁这休息，结果万万没想到啊，上午11点多我再跑过来，它就已经关门了。过了5个月，当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这咖啡店的账号，这才发现这个店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我就跑过来对它一探究竟，制作了关于大石村的第2部视频。嗨，老板，不介意吧？不介意。我是在啊。我说你是在拍 vlog 吗？差不多。你是出于什么考虑要拍大石村？不是大石村啊，大石有好这个村。对。这里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大石，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含义，很容易把人给搞糊涂。1984到06年的城市化阶段，大石是番禺的一个镇，整个这一大块都算大石，包括了现在的南浦岛，还有大部分的洛西岛。06年以后，大石撤了镇，变成了一个街道，在这个位置开通了大石地铁站，附近的植村、大山村、李村就住了很多年轻打工人，他们可能会在早上8点多坐地铁进城，或者去番禺的南村、汉溪地区上班，晚上8点再回到城中村吃饭睡觉。对于他们来说，大石就是地铁站附近的这些城中村。今天视频要讲的大石是这块区域，这个位置其实才是大石在古代的核心区域。它在清代的时候是个堡，堡是清代华南地区的一种行政建制，和明代的军屯还不是一个概念。清代华南地区堡的建立大概和农耕拓殖活动、治安管理这2个要素有关系。清代的大石可能下辖了几个自然村，但是具体是哪几个村子我就搞不明白了。大石的村在清代就改过名，现在有东连、北连、山西、大兴4个村子，他们距离大石地铁站最远超过2公里，纯靠走路得花半小时左右，所以对于进城上班的打工人来说就显得有些偏远。所以这4个村子的人口密度比地铁站附近的一些村子稍微低那么一点就能看到很多房子它都带小院，尤其在交通不太方便的那片区域。而且村里面本地人的生活气息也更浓一些，比如在朝东路就有许多村民会在街边摆摊卖他们的蔬菜。关帝冈公园每天都有人打羽毛球、下象棋。港东路有很多食品店都经营了30年以上，在某些巷子里面走动能闻到烧香的气味，能晒到太阳，甚至头顶上还有小鸟的叫声。这就是我在25年3月份逛村子的时候的个人感受。不过我也遇到了2个谜团。第一个谜团就是村子的中心位置有一座很大的教堂，教堂为什么会出现在城中村呢？第2个谜团就是港东路有一个孤零零的旧房子，年代特别久远，它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这一趟和咖啡店的老板交谈之后，这2个谜团都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有奶的还是摘的？摘的。那就热美式可以啊。这个就是从大石文化广场。大石文化广场在水边上。南番顺是水乡，就是它的
以前的生活生产是完全是离不开水，就是在那个珠江入海口，这个水系密的像网一样，像那个静脉血管一样，这个文化广场就在水边上，然后这个旁边有一个码头，它曾经是个渡口，渡口旁边呢有一片疍家码头。就是算是遗迹了，因为现在疍家人都上岸生活了，是，但是他们还有些船停靠在水边上。哎，他那里的那里的疍家人的话是被安置在什么地方？就也在大兴村，就是大兴村，就是大兴村。大兴村应该是有一部分疍家人啊。那我这儿有一本疍家人的书啊，谢谢。大兴村在大石的西北角，曾经安置过一部分水上居民。村里面有一条路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兴村与北连村的边境线，在地图上看，这条边界线是一条路，不过实际上它是一条河。这条河在大兴村的这一侧全都是住宅，北连村的那一侧全都是商店，也一边特别安静，一边特别热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条小河全长有600多米，但是并没有一座桥梁能过到对岸，只能从河流尽头绕行。非常有趣。这个渡口是过渡到对岸南浦的。原来本地人他们有田在旁边，就是对岸，他们要每天坐船过去种地，然后坐船回来。那所以南浦那里的一些小区，它在变成小区之前，可能应该就是农田啊。它就是这边的人的农田。是这边是这边的人的农田。明白。所以他那些农田，他是为什么会跨江？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有历史的原因嘛。这个就是大兴码头。这个是大石文化广场的一个标志。对岸是丽江花园。和海龙湾。跨江上班去南浦岛耕种，有可能跟以前的农耕拓殖活动有关系。类似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其他村子。90年代，对面的农田被开发成了一个叫做丽江花园的小区，如今住了3万多人。这个小区在番禺曾经非常有名。这个关帝岗，这个我也去过。关帝岗这个山上挺舒服的。是。关帝庙香火挺旺的，你看到这个棚都给熏黑了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天主堂，就是这里的宗教信仰还是比较综合的。哎，那个天主堂你知道一些关于它的线索吗？网上好像没有它是10几年前才建成的。原来这个地方是早餐店和市场。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这块地就给他了，他就搬过来，就在这里建了一个教堂。就是它不是历史上的，它是比较新的。这样子。对。但这个关帝庙就有历史，但是它也不是一个非常久远，就是在这个之前呢，这个山叫做西山，叫做西山吧，好像是西山。然后后来有了关帝庙以后，才叫做关帝岗，就名字变过。所以为什么这边叫山西村？它上面的一些亭台楼阁，其实还是挺漂亮的。是。山脊上面的一些小路小径。新义甜品店是附近的一家开了30年的，超级老字号。他们本地人就是其实这信息都是我的客人告诉我，因为我也不是在这里，我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久。但是我接触的客人呢，他们会把这些故事告诉我。对于村里来说，他妈妈小时候吃的店。我听到好多这样类似的故事。是因为这些对于村民来说是平凡中的美好，日常的一部分，就是他童年记忆嘛。对。叶姨猪脚酱，这个在广州都挺有名的。吃猪脚酱，它是做批发嘛，就是说谁家摆满越久，本地习惯是吃猪脚酱，就会找他去购买。那么所以，就是说在大石以外的地方的人，也有些人也认可他。是的。大有酒家也是开了有30年了，它是从每天早上凌晨4点半开始营业，一直到中午就不营业了，所以下午这里是没有东西吃的。其实这条街到了下午就很少有餐厅。大有酒家的老板应该就是村里本地人吗？本地人。我在那个祠堂里面看到过，就大有酒家也有捐建。对，肯定跟
肯定跟桑田有关系。他就是本地人啊，那就是了。他现在已经传到他的就是子女那一代了嘛，就是他开业的时候，最早开的时候80年代，就那个时候他是跟湘江酒家同时开业，差不多时间。湘江酒家，他或者比湘江酒家还早，反正是同一时期了。对，湘江酒家后来发展长隆集团了。哦，长隆集团的那个老板就是东联的，就是这里的，然后那个时候大石开的饭店就是有几家，就是说能够有接待能力比较强的，就是大石大石不就是这个大有酒家湘江酒家这些，然后大有酒家现在是一个网红店，好多人来打卡，对，这条街上最旺就是流量最高就是这家，这个是一栋小楼已经长了树了，它历史很久远，然后我这里有一本讲大石历史的书，叫《大石印记》。这个呢，但是也它里面的信息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它这里讲的是28号，但是28号是这个天主堂，对，这是天主堂。但是呢，这个它里面讲的曾经作为广播站，这个又是我们对得上啊，这个广播站是我的邻居告诉我的啊，是他就是讲述给我听，这个老人家嘛，我的邻居好多都是老人家，就他们是经历过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建筑的主人去哪儿了，大家都说是出国了，但是这里记载也确实是出国了，然后他主人找不回来，那个广播站在那个文革的年代，他作为广播站嘛，后来就归还给那个屋主，但是屋主又找不到，所以就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现在已经是个危楼了，就是上面已经长了树了嘛，那树根对建筑的破坏是很严重，它会把建筑破坏掉，但是也没人去修它，所以就一直就说是这样一种闲置的状态，所以经过的人好多人都觉得比较奇怪，因为确实这个建筑它属于一种历史停滞的状态嘛，就其他旁边的建筑，就这条街在它刚建好的那个年代肯定不是这个面貌的，但是因为其他的建筑都是一直在用在更新，所以已经变成了就是半新不旧或者新旧叠加的状态，就真正那种老的房子已经很少了，是，但是往里面走可能还有一些砖房啊，就是那种传统的，但是因为这里也是一条就是商业为主的一个街道，就是沿街的铺面都已经改过好多次了，所以呢这个就因为它完全是时间停滞，完全没动，就是保持了可能80年以前那个样子，他已经80岁了嘛，这楼。这个贤记食店就在旁边，就它跟那个大有是类似的，但是它没有大有那么旺。不过本地人也是从小在这儿吃早餐。贤记是做什么主要？就早餐嘛，粥粉面。然后还有我自己。英姐生活服务部，这个是一个业态非常复合的个人店。很有意思的，业态非常丰富的个人店，但就是我有点想不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店，相当牛，有印象，相当牛的一家店。你看它那个营业范围，对，其实就一个人，所以我跟他觉得是同类型，我们都是只有一个人，但是这个涵盖的，就是说都是属于这种综合性比较强，但是相比之下我就弱爆了，就他这个业务的涵盖广，名媛饼家，这个饼家的饼挺好吃的，它叫嫁女饼就是家里女儿出嫁的时候就是吃的那种，就是一种甜点，也是评价很高，就是你在网上去查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我的邻居啊，还有这个是本地人童年记忆，但现在好像经常不开，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待发掘，这个是其中一个，也就是我自己讲的，就是讲这家店的故事，就从22年开始找场地，然后呢，我是骑着自行车在沿着水边去找，就找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找了一些就是石桥，沙湾，这个属于沙湾的，像这种小房子我觉得挺好的，还有这种像厂房一类的，对吧？那所以你做这家店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找了很多地方，不是，这个整个找的过程就1个月，最后就定下来是这样，就这个过程是1个月，它这个并不是说完全是头脑发热，也不是经过就是说就是说经过很周密的计划，也不都是，因为我从事的行业，它正在走下坡路嘛，
就我时间就慢慢变多了。原来是工作特别忙，后来工作没那么忙了，就是，但是我又没到退休年龄，所以我在就是我正职，在我正职没有太多事情做的时候，我需要找一些事情来去就给转型吧。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转型，最后找到这里以后就马上租下来了。就马上测绘了一下，就开始设计跟施工，就设计跟施工就完全我自己。我这家店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人的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那除了做咖啡店，你现在有做其他事情吗？我还在做设计，我还在上班，所以我不能经常开店啊，难怪。对，我在上班。对，铺地面，就正式营业，就是05年1月份就开始营业。所以这咖啡店的客人他是附近的人吗？有没有一些？不是。附近的少一点，反而还少。附近的不多，主要是广州的，有些特别远的也有，就是像顺德的都有，顺德也有，然后增城的呀，从化的，还有北京、上海的啊，北京、上海，他们是顺便过来，顺便过来，他们是来，比如说他们是来广州还有重庆的，他们是顺便来，就是他来广州不是只冲着我，他的目的是广州，然后再找广州有什么地方玩的时候就顺便到这儿来，那还是有点意思。这个是我的营业时间是不固定的，所以我就每天在小红书上去发。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啊，就是像您现在经营这个咖啡店，单靠卖咖啡啊这些能 cover 房租吗？可以。那还是不错。因为我这里是房子比较低的，我找这里其中的原因是它成本低，所以我的经营策略跟一般的咖啡店就区别很大，因为我这里没有自然来的客流，我的客流必须要通过我想办法把它吸引过来，所以我就要不断的整活，其实是目的很朴素的，就是为了多卖点咖啡，我的咖啡是没有定价的，就是客人自己去定价，就是我的基于我刚才说这个原因，就是我要让这个咖啡店变得好玩和它有它的这种参与性和公共性这种的考虑，其实它的根源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有好玩才有话题性，有话题性才有流量，其实是这样，但是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效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尝试。那有没有统计过大概大家愿意支付的均价是什么范围？均价是浮动特别大的，特别大，是，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也欢迎，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或者说是本村，他们可能就按瑞幸的那种价钱支付这个也可以，或者说是从市区来的，再比如说天河来的，那他就按照天河的价格来支付就大家的心理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让全村人都喝上咖啡的概念嘛，是吧？你说我就如果做得好，那我要把服务做好，把这些我觉得有趣的东西做好，那别人愿意，就是觉得获得了好的体验，那他愿意支付一个好一点的价钱，是吧？如果是我的咖啡不好喝，然后来了以后觉得无聊，那人家随便给点就走了，所以说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正在不断的整活嘛，就让人觉得我这里比较好玩，人家也愿意反复来，就也有一些熟客他是经常会来，就是有一个客人他住在天河，他经常骑单车过来因为我是车友，所以他在这个共同爱好上也是话题比较多。我有一点对城中村的一个好奇吧，就是在我其实事先有些预设，我觉得开在城中村里面的店的话，它的天花板可能会比开在最繁华的商场里面是要低一些，因为客流和人群的问题嘛。但是它的地板也会高一些，因为房租那些的它会相对便宜一些。那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天花板跟地板，你是从商业的营收对一些比较就是说意思就是他亏也不会把人亏死，对，然后他也赚不了啥对，我事先可能有这样预设，但现实中未必是我想象的这样。应该也差不多吧，应该也差不多，就是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成本低嘛，然后呢就是消费群体不是那种就是说消费能力特别强的消费群体，他一般也不会来这里。但是如果成本低的话，那其实也给了老板一些空间去整活嘛。是的。如果要是在其他那些
比较那种就是说你要拼命接外卖单了，对，就是说一天到晚要忙那个，你就没有时间去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对，反而这样更有意思。反正就是说你走的，就是对于一个咖啡店，它可以选择，会它走什么路呢？这个其实是是主要就是由它所在的位置和成本最后决定了他走哪条路。就如果说我是在那个写字楼下面，我如果说每天固定的这种刚需人群特别多的话，我也不需要再整人太多，是吧？整活动也没有必要。聊到这个地方，我就忽然想起来一个叫做才哥的人，他是一位城中村里的生活专家，也是一位二房东，比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对城中村更有信心。才哥有这么一种看法，我给他表述一下啊，就是说，一个城市房租的变化滞后于人均收入的变化，那么在收入高增长的阶段，零售、餐饮就欣欣向荣，有各种各样的花样。那如果人均收入的增速放缓了，但是房租它还没来得及降下来，那么这个时候零售、餐饮的盈利空间也会随之收窄，于是陷入内卷，让业态就变得特别无聊。这个时候呢，城中村因为它房租比较低，反而就有优势，城中村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有趣的业态。这些业态呢，离开了城中村，反而就做不成了。才哥作为二房东，他的看法可能本来就会比咱们更有信心一些，但无论城中村里的业态是否真的会在以后变得比现在更有趣，起码他为一座城市提供了这样的土壤。富眼咖啡吸引到了城市白领，把心思全都放在整活。车杯村奶茶皇后的泰式奶茶店，三元里村本地老板的泰式餐厅，他们都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流量以附近租客为主，但经营压力并不高，轻轻松松 cover 房租。所以在城中村开店，你可能现金流做不大，但是在另一方面，店铺老板和房东本人都拥有一张非常干净的资产负债表。基本上都是从我的店出发，然后骑整个珠三角的水系。那你这基本上都探索到了吧？都铺开了。主要的有，但是很多支流都没有。比如说像北江，我没有说从我的店直接骑过去。有没有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村呢？都很有意思。你拍这些要特别小心，因为当地的渔民对这些拍摄他比较抵触。明白。有个老人家把一个玩抖音的手机给砸了。除了捕鱼以外，有其他事情，有其他收入来源吧？没有，没有，那有点，所以他日子很苦。是。这个大家，这个不锈钢的小船，赛博小船，这个疍家人。这个是2个时期拍的。事隔可能有3到5年。都在一个地方。这个是先的，这个是后的。感觉好像变大了。对，2房1厅，看到没有？2房1厅。你看这个很休闲的，在喝着茶。这是他的捕鱼工具。然后他用电的话用太阳能。我操那个是已经拆了吗？渔村有啊，渔村现在是在改造，改造完以后就不是那个感觉了，就那棚屋都没了。我去的时候，对，我去的时候就只剩下几间了。你看这都原来是满的。这我能认出来了。我应该是2、3年之前。那应该是还是很丰富的，就是像那个香港的大澳。对，是吧？香港大澳渔村这种是有那个味道。然后两边的房屋很有年代人，很有那种疍家风格的感觉。不过它这些真的是疍家，就这本书上讲的叫水栏啊，栏是栏杆的栏，竹木结构，真的就是它这个就是松木的嘛，杉木的，可以去旅行啊。后面这个有可能是厕所来的哦，这是住人哦，这个拖拉机拖拽哦。他为什么做成这样嘞？是四处开着去卖东西吗？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我在路边偶遇嘛。这些东西就是说你不出去发现是不知道，你想是想不到有人干这种事情。是，
样来一个吧，一共3种是吧？这个瘦肉烧麦，瘦肉烧麦，这个紫菜卷，紫菜卷。